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先请我们的疗愈团的5位老师和大家做一个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爱情最怕孤单，要用2颗心去陪伴爱的旅程。春轩并茂，堂弟同心，解读亲密关系当中的情与法，用法律守护真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天津唐鑫律师事务所主任侯元轩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遇上爱情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爱情里面怕孤单，这是于老师说的；婚姻里面怕琐碎，那怎么办呢？来爱情保卫战。对了，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爱情需要亲密感，但更需要呼吸感。好，来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，他们遇到了什么情感困惑呢？请开门，欢迎你们，欢迎大家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吴先生34岁贵阳职员，王女士28岁贵阳职员，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对方的缺点是什么？我老公是一个脾气暴躁，而且共情能力特别差的甩手掌柜，30几岁的人呐，一点解决事情的能力都没有，还总把小事放大。我媳妇脾气特别倔，平时孩子也照顾不好，家里也顾不上，她缺点太多太明显了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希望我媳妇能够再大度一点儿，别总管那么多，别总是没事找事儿。我做事情已经够认真了，为什么她还总是看我不顺眼呢？我希望我老公以后能够学会关心人，而且必须改掉他这个臭脾气。关键是过去的事情能不能别再提了？为什么总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呢？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怎么他就不能理解包容我一下呢？哎呦，结婚几年了？7年。哟，你们这是7年之痒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结婚7年了，他比我大7岁。我们是在我19岁那年，家里面的人介绍我们认识，20岁就开始和他谈恋爱，21岁就结婚，然后生了小孩。到现在为止，家里面已经有2个宝贝了，2个都是男孩，一个6岁半，一个1岁半。你刚才小片里说他，你提到第一个问题是脾气太暴躁哈。是的。有多暴躁啊？就有一次我们出去玩，那个时候还没有2宝呢，就只有大宝。出去玩回来的路上，不知道他怎么的，旁边有一个车可能就超了他的车一下，他就很生气，当时就摇那个方向盘，我和大宝就坐在后面都被吓着了。前面的车实际上的确是超了我，但是主要的是他在后面又没有照顾好那个儿子，我大儿子嘛，就是我大儿子他跑到我副驾驶来影响我开车，我都说几遍，他也是也没有在意，然后我才生气了。不是，你就摇来摇去，就是故意生气的，把车开成摇摇晃晃是吗？你这个动作很危险。太吓人了。然后这个就是他脾气暴躁的一个问题，所以就是来这里的话，希望他能改一下这个情况。还有什么事儿他脾气特别暴躁吗？还是我们带孩子出去玩，这个时候我们家2宝已经出生了，然后我就带着2个宝贝哈，我们就从楼上然后往楼下去，然后他去停车场先开车等我们，他就给我打电话，他问我到哪里了，我说差不多5、6分钟能出来吧，我就抱着孩子走嘛，我原定的时间大概是5、6分钟，结果可能超时了2、3分钟，2、3分钟他就接受不了，先打电话讲我，到车上之后还一直在讲。他是那种絮絮叨叨，还是说就发脾气、暴躁那种？发脾气、吼叫的那种。但是他做事情呢又特别那绵，他说绵就是慢，然后呢做事情他说他要看自己的心情，他说他心情不好他就不做。所以你就很生气？是，就很生气。所以你是那种爆发的那种是吗？有时候看不惯。就他爆发起来很吓人吗？很吓人。然后因为他在开车嘛，我不能在车上和他吵，考虑到万一他在车上做出什么不好的动作，孩子就比较危险。我开车，他经常在我耳边一点小事情，他就在我耳边念得我很心烦，所以说我也很生气，所以我一直都受不了他。那他回家脾气好吗？回家讲还不是这样子，比如说我家大宝写作业，可能有一点没达到他的预期，他就生气骂我家大宝，骂大宝之后还打他，有时候打得特使劲。每次教他读那个韵母字母这些，他有时候也分不清，教许多遍，然后我就心里面就生气了嘛。他就说我那个打孩子，我打孩子也是自己有分寸的，我又不是说无缘无故的去打。不是你打完管用吗？
也只起一点点作用。他除了教育孩子学习时候容易暴躁，其他时候暴躁吗？还是会比较暴躁的。有时候他带着孩子出门，然后会一脚踢在孩子的腿上。有一次是早晨我送他去读书，让他在车里面吃饭，我开车要开20多分钟，然后到学校的饭还没有吃完，还剩很多，然后就叫他端着走，我看他走得很慢，然后我一脚踹了他，倒在地上去，可能是磕的那个腿在那里了嘛。他也是有尊严的呀。人家看到人家会怎么说他？那我肯定受不了，我肯定受不了了，我控制不了，我肯定受不了，我肯定要打他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的丈夫只要暴脾气起来的时候，不分场合，对，不分谁在。对，我家大宝还小的时候1岁半，那个时候过端午节，然后我就在一边包粽子嘛，然后那个时候7点过，然后孩子要吃晚饭了，我把晚饭做好了，我就端到他面前了，我说你拿一个碗。给他把饭舀在碗里面，弄冷一下，你再给孩子吃，这样不容易烫到孩子。结果他不听，那个勺子可能比较深，然后呢，他把那个勺子舀着之后吹了一下，他觉得不烫了，他就喂给孩子。孩子当时吃了，哇的一声就哭了，烫着嘴皮了。当时他就站起来，一下子就暴怒，碗丢掉，勺子也丢掉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生气的点在哪里。我就是让你喂一下孩子，有这么难吗？我喂他吃的时候，我是吹了的，我也没有注意他那个还是烫的，然后孩子吃了之后就吐了出来，他也在旁边念，我肯定不高兴呢。我为什么不念呢？摔了，这个事情你让孩子受到伤害了，我为什么会不念？念了你也不改，后来还是我喂的。你承认自己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吗？有时候是。那除了孩子的事儿，你会跟妻子暴躁吗？他就是脾气呢有点倔，然后做事情有点懒。我不想骂他，因为骂他太生气要生气几天，所以看不惯，我心里面就会行为表现出来，默默的反抗哈。默默的反抗，实际上也挺难受的。当看到什么东西找不到呀之类的，他那个脸就麻起，然后那个脸色你一看你就知道他气场不对，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爆出来，然后就吓我一跳，也吓孩子一跳。所以第一点是觉得丈夫脾气暴躁，对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那第二点呢？我觉得他不太共情我。就是我家大宝那个时候3岁多，我骑车带他出去玩，拐弯的时候没注意，碾到一块石头，大概有这么大，碾过去了，当时我就摔跤了，我的头就重重的砸在地上，戴着头盔的，然后我孩子也是被那个摩托车压到腿了，我当时就很害怕嘛，但是我还是第一时间先把孩子扶起来，等我平静下来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我摔跤了，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，一开口就是指责，你怎么这么不注意？那也是关心你啊。什么关心啊，谁感受得到啊？我感受到的是他埋怨我，甚至说车子坏了还要花钱来修之类的。孩子没事吧？后来我打电话给我弟弟，他接我们去医院照了片子，孩子没事儿。我打电话给他，他说我在上班，我没时间。我下班也过来的呀。再说了，他又爱贪玩出去玩，所以说呢，他骑摩托车呢，就是他平衡要差一点。还有他有时候他带孩子出去玩，这些也不太认真，他又爱拍照又爱玩，又没有照顾好孩子，这些摔倒了，就是眼角摔倒流了很多血，到现在都还有那个伤痕的。我也没有说他什么，他就是一直也没有改多少，反正就是带孩子出事情都2次了3次了。他都没有改。如果你不带孩子，孩子不会在你手上受伤，100%。我带过的。你带的时间少，就是他孩子磕到了，这妈也很心疼啊。对啊，我也是很心疼的。他虽然是心疼，然后他就喜欢把这些事情全部重新再讲一遍，就说你没带好，是这意思是吧？对，就指责啊。你还不是一天在我耳边念叨叨的？我说了这些，我念叨是因为这些事情从来都没有解决。你说我是因为这些事情没有被解决，你自己也有你自己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的脾气啊，还有你自己的性格啊，这些你也没有改。你觉得妻子有什么问题啊？她就是脾气倔啊，有时候是晚上嘛，就是我家第二个生下来就是换尿不湿嘛，叫我一声我没有注意听见，那第二声就开始吼起我来了。她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她就都是这样子的，就是爱发脾气，这脾气也不太好。所以说也不能说全部都怪在我身上。大儿子也是你带出去的，你那个玩那个蹦蹦床。也能猜得出来他在玩手机，才摔倒了，那个手都摔骨折了，都是你们玩手机也没有注意的。谁家的妈妈希望自己的孩子受伤呢？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好好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总有受伤的时候。我觉得孩子磕碰碰是很正常的，但是他的手有时候如果夏天穿手的话，看着还是很明显的，所以说心里面其实想着也很生气，所以说一直过意不去。就是你心疼，你生气，你的表达方式都是指责
孩子妈，哎，我觉得是吧？哎，是的，就是他没带好。先生好像对太太带孩子也不是很满意，对他脾气也不是特别满意。还有啥让你觉得不太满意的吗？咱今天来了都还有这个以楚为快吧，还有就是那个我自己就想买一个那个展柜嘛，然后我在网上买，我没跟他商量，运到家了之后，人家都来准备拆箱来安装了，他就是过来说，问多少钱，我实际上也没多贵，就2000多块钱那个柜子，然后他觉得太贵了，然后把它退回去。我说退回去是不是太可惜了？他说还是退回去吧。人家那2个师傅就说了，你退回去是可以，但是抱歉，我们不，你们要自己买。他说不，干脆不买了，就直接退回去吧。到半路，然后人家发张照片来说坏了要赔，然后就是赔了2000块钱，相当于货也没得，还赔了2000多块钱。所以说这件事我也很过意不去。他说我爱乱花钱，实际上这里钱也算不了什么。柜子这个事情呢，是我刚结婚，然后我还怀着我家大宝呢，那个时候8个多月，正式用钱的时候。他说2000多块钱不重要，孩子出生之后购买多少的奶粉，多少的尿不湿了。其实，在家里边这些大事小情上，基本上还是你做主的哈。就是他，都是他就买了回这么个柜子，他总是爱干涉我自己的选择。还干涉你啥了？哎，就是买这些东西，他总是你还买了一把刀，没有任何的用，买了把刀啥意思啊？我就是想，他们不是喜欢去露营嘛，然后孩子们不是喜欢露营，我是想买一把刀，然后出去这些可以的用啊这些。我也挺喜欢的，然后他就觉得我是乱花钱，很贵吗？很贵，也不贵，也就1000多一点，1000多块钱，20块钱的刀也可以用的，30多块钱的刀也可以用的，他偏偏要买一把1000多，买都买了，又何必在意这些？哎，这个没退吧？没退，退不了了啊，所以听起来就是贵或者是便宜啊，这个家里边还是得太太拿捏哈。因为我要考虑的东西很多，对，就是主要你们家还是你做主对吧？对，我要考虑的全面一点哈。所以你们俩今天来是干嘛的？我都没听懂，这不都是生活中很细小的家家户户都会发生的事儿吗？我就希望他能把他的脾气多改一下，不要这么暴躁，有什么事情好好讲。就不要总是就掉脸子，还有买东西之前要跟我商量，就这2个诉求。还有共情我一点，多为我考虑一下，为孩子考虑一下，我想一想孩子。那你觉得自己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吗，太太？你的倔脾气要改吗？都是我从小就这样子，我也没觉得我有多倔，我的脾气挺好的，我觉得。那他认为他从小也是这样的呀？他还觉得我念得凶，那这些事情如果不解决的话，我还是会念的，真的。我觉得天底下很多的妈妈，应该很多的太太都是和我这样的吧。太太，就是问一下啊，你像比如说你孩子受伤了嘛，对吧？这个当然主要孩子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伤害啊，但是和看护他总是也有一些直接的关系，这个咱不否认是吧？他要就这个事儿天天念，你受得了吗？受不了。那你天天念他受得了吗？我也受不了，受不了。行，先生，你有什么诉求吗？我也是希望他的那个脾气呢改一点，他不要总是干涉我。实际上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小事上别太干涉你。哎，对，就是不要太干涉我的事情。实际上我自己没什么爱好的。我一天1分钱我要搬成2倍来花，你1000块钱说买就买了，说用就用了。哎，这不是6年前买的吗？现在还有这种大手大脚习惯吗？他总是爱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了还说啥呀？你还真是挺爱念的，念。他就是爱念，行吧，没啥大事儿，但是确实可能也生活中有些烦恼啊。就生活中都是芝麻，我就当你们来这个宣泄一下情绪吧，哈。来听听这对小情侣，你们怎么看他们的婚姻？我觉得男嘉宾就是对家庭特别不负责任，而且还脾气暴躁。要是换的是我早就受不了他了。我也觉得大哥他的情绪不是很稳定。如果大哥情绪稳定的话，我觉得家庭矛盾肯定会减少很多。那你觉得大嫂这个情绪稳定吗？她的情绪是比大哥相对稳定一些的，因为她要照顾孩子嘛，从照顾孩子这方面来看，就是很稳定一些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看看老师们的建议和观察啊。确实，夫妻俩一个暴脾气，一个倔脾气，你说家里的气氛怎么会不紧张呢？确实，脾气很难改，但是在爱的人面前，脾气是可以克制的。你们2个人，尤其是丈夫，不但不愿意去克制自己的脾气，而且还要去释放、更加放大自己的脾气，不分场合，尤其对自己的儿子。孩子哪怕做错了，难道不可以好好教育吗？一定要这么打，甚至是骂吗？你让孩子从小心里就留下阴影。你这样的一种暴力特质，可能今后他也会传承呢。但是妻子，
你有没有发现你等到丈夫的暴脾气释放的时候，你都是迎暴而上，然后暴上加暴。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应该好好给自己的2个儿子做榜样，孩子潜移默化，等到将来孩子自己成家了，父母的模式就是今后他们自己对家庭生活婚姻的模式。你的妻子脾气不好，但是她不像你对这个家甩手掌柜，她对这个家是尽责任的。面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些脾气的时候，最好的方式那就是包容妻子，感恩妻子。一旦有了感恩之心，我们很多的脾气就会克制了。你也是同样，丈夫也不容易赚钱养家，如果你对他同样有感恩之心，你也会对他有所包容。很简单，你们2个人相差7岁，我建议丈夫以后在自己暴脾气来临的时候，2个人争吵的时候，你先退7步。我今天要说几个问题。首先，我们男方今天其实心里感觉也有很多委屈道不出来。我站在你的角度，我要说几个问题。第一，暴躁的问题。每个人都有脾气，甚至男人可能会承担更多的一些来自社会上的压力，这些东西我们真的在有些时候无从诉说，但是它不是你能发脾气或者跟最亲的人发脾气的理由。这种脾气我们需要控制，尤其在孩子面前。而我今天要说的第2个问题是夫妻关系的一个问题。在你妻子和孩子出现了交通事故的那一刻，你关心的问题至少不在他们身上。原因是什么？那一刻，至少在那一刻，你太爱自己了，你爱自己超过了爱他们2个。当时的确是走不开。有什么事儿走不开呀？打电话去问他们说他们说的那个他弟弟过来了，然后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都赚，但是那2个至亲的人如果出现一些问题，由于你没有第一时间到场，可能导致的一些其他的问题，你有可能也会后悔终生。你想过吗？对吧？这里面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回思，要反思，这个东西很重要。而在这里，我也需要跟我们女方沟通几句。我是专业做婚姻家事的，其他的案件我是不带的，而且我主打是女性维权。其实我一直在为女性发声，但是今天我真的要说你几句，你要去理解她。你都说了，她这几年已经改变很多了，这就是个进步，是她在向你走来，所以你需要打开双手去拥抱她。你不可能让她完全的服务于自己，服务于家庭，而没有自己的生活。我经常给我的当事人讲，今天也分享给你，应该是放风筝，不管它飞多高，线儿永远在你的手里，而你得让它飞，它才是风筝。这段关系的保持是需要你来掌握的，你不给他自己的空间，他就没有自己的相处，自己的乐趣。谢谢侯律师。其实我觉得你俩没什么大事儿，生活的琐事儿，我倒真是觉得你俩感情不错。他就是不满意。我跟你讲，正是因为对你有感情，才对你要求高；正是因为想和你好好过日子，才会碎碎念。但是感情再好，也架不住如果我们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相处的方法带来的消耗。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太消耗彼此的情感了。是他先消耗，他有时候你看，你有点消耗。你先低个头怎么样？刚才于老师怎么说的？大7岁退7步，你1步都不退，步步紧逼，这能过好吗？其实我听来你们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原因是，老公工作其实也挺忙的，但是他会抽出时间来辅导孩子写作业，但是辅导烦了就开始上手了，这不好。前半段特别的好，对吧？你看好多现在说叫什么丧偶式婚姻啊什么的，
对吧？那男人说我在外面忙工作一天，我脾气不好，我回家见了孩子就烦，我就不见了，我躲屋里边看书去，玩游戏去，那不更生气吗？他其实是在努力做了，但是做的不够全面，不够完美。聪明的太太应该是丈夫陪孩子写作业，你在旁边不停的鼓掌赞美，你看我老公是吧？多么爱孩子，多么心细，还辅导孩子写作业。你就不聪明啊？聪明的应该鼓掌，不应该在旁边骂。万一他哪天情绪没控制好，上手了上脚了，过来不是先指责他，你把他拽到门里边说你不能这么对孩子，老公我知道你今天你烦，是不是工作上有点不顺呀？你不能拿孩子撒气，你好好跟他说，你当着孩子面再训他，得教育孩子那一脚也白挨了，他的心里也不舒服，你也添堵。彼此尊重其实是你们的课题，都不错，这太太也不错呀。你说先生，你这张嘴，我跟你说嘴真差。人家带孩子出去玩，孩子受伤了，他比你还着急，是在他眼前孩子受的伤，你好吗？你不安慰他，你还训他。没有方法的婚姻，好的感情也被消耗了啊！找到用心经营的方式，哪怕我们婚姻中有一些困难，都能共度难关。二位看我们《爱情保卫战》吗？看得多吗？多。你在爱情保卫战上见过那种案例吗？就是辛辛苦苦结婚10几年，什么苦都吃了，到最后发现老公把家搬空了。有。哎，咱家的钱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在我这儿。哎，现在看你老公是不是顺眼3分？顺眼多了。顺眼多了。哎，你在我们爱情保卫战看见过那个老公跟老婆上演全武行，嘴巴、拳头、窝心脚打起来，打到这儿来，见过吗？有。他脾气再暴躁，他打过你吗？没有。你现在看他是不是又顺眼3分？顺眼10分。顺眼10分。你见过那个老公见着孩子之后，哟，哇，我儿子这么大了，你见过那样的吗？没有。我们这儿有，1年不打个电话的。对，跑到外地去都不回来，回来之后见着儿子，儿子先问妈：“这叔叔贵姓啊？”现在你这老公还能看儿子写作业，你看他是不是顺眼3分？是的。觉得馒头好吃，得先饿过，就觉得馒头好吃了。您一直吃大白面馒头，您没饿过，您老觉得这样的婚姻特别没劲。但是我们这儿看着，我们这算在婚姻层面，我们算见多识广了。1年我们得见多少个有问题的婚姻啊？我们觉得你挺好的，咱家俩儿子了吧？老吴，你觉着这日子还行吗？我觉得也可以的，就是他就是念叨叨的太多了。他念叨你，他念叨别人了吗？没有。哎，比那念叨别人的怎么样？那肯定要好一点。对呀，所以幸福就这样，平凡的幸福就这样，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二位珍惜呀，我们都遇上一能过日子的人，把一家从2口人过成4口人了。其他的我没有任何好说的，就是咱们身在福中得知福。我挺同情这位先生的，你别笑，妻子，你不要笑，我没说笑话，因为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专业词叫抒情障碍。但凡是很暴躁的人，他不会去处理那些复杂的情绪，尤其是意外、应激性的那种反应，他只能用愤怒去掩盖一些恐惧啊、失控啊、后怕呀、焦虑啊，这种情绪表达他不会，这你能理解吗？你不能理解，因为当他愤怒的时候，他攻击了你，你是一个受伤害，所以你受伤害这种感觉，你又再次防御，指责他，你无情，你无义，你不爱我们，你什么都不干，你还责怪我们。所以你看，当用情绪交流的时候，你们之间只有对抗，完全体会不到在情绪背后对方是什么样一种状态，你当时是理解不了、接收不到的。所以先生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但凡遇到这种应激反应的时候，您先吸口气，吸足气，然后再呼出来，让你所有的那种应激反应全都滞后那么几秒钟，你就能够做出你真实感情表达的那样能力了，你就有了。因为你这种状态其实跟你的成长环境啊，跟你的这种各种状况特别相关，太复杂咱不展开说。但你只要去做好这一招，你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改善的。因为你记住，你们真的是有爱，而且这种爱其实有时候我们表达的越直接，越说明你们有基础。如果刚谈恋爱那会儿敢这么表达吗？
刚恋爱那会儿，你摔伤打电话，他立马就来了，因为在那个状况下，他知道什么是第一位的。但后面深沉的婚姻的这种爱，它是有基础的，才敢这么去放纵。但有时候不要过意的放肆，会伤害的。好，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，来听一下小情侣的情况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小姚20岁，河北学生；小韩21岁，河北学生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你对对方有什么不满？我们俩恋爱一直都是我主动上赶着他，我一个劲儿讨好他，他有恃无恐。他强势霸道，控制欲强，像管儿子一样管我。我觉得恋爱需要私人空间。你俩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我觉得恋爱需要双向奔赴，而不是一味的卑微。我觉得有点失去了自我，感觉恋爱谈得很迷茫。如果继续下去，我觉得我会很内耗。他总觉得我不够爱他，但他只记得我的错，不记得我的好。其实我也很心累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谈下去。情感问题无人倾诉，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，即刻打开微信，扫描屏幕2维码，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。每天晚8点，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，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，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，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。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。这谈了多长时间了？2年多。哟，那也不短了呀！你咋追的人家呀？当时我们是同学嘛，然后在一起上课。他在我前面坐着嘛，然后他一扭头，我觉得还挺帅的嘛，然后情窦初开嘛，然后加上微信了。追了10来天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这在一起之后，是不是一开始感情还挺好的呀？对。那咋就这么不高兴的来我们这儿了呢？就是我觉得我们俩谈恋爱，我可卑微了，我老是上赶着求着他爱我，他也不对我有啥回应。就拿生日的事来说吧，我们不是在一起2年多吗？那我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就是挺草率的，那我第2次了，是不是来点仪式感啊？而且我都提前跟他2天说了，我们在外边就是租了一个房子，我想让他给我布置一下，然后准备晚餐嘛，这多浪漫多好啊！那天我生日我回家，冷冷清清的，一个人都没有，那我就心里特别不爽啊！我说好了生日布置呢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然后我就打电话我说：“喂，大哥，你在哪儿呢？今天我生日啊，我特别着急啊。”我当时记错日子了，好家伙！而且当时那天我已经和朋友约好了一块去打游戏了。你看，能记得和朋友一起玩游戏，就是记不住我的生日。我也不能我自个儿走了，把朋友晾那儿吧？那你把我晾那儿了呀？不是，怎么不能了？你赶紧跟朋友说，哎呀，坏了，今天我对象生日我给忘了。哎呦我的天呀，这出大事了，赶紧跑呗！因为当时打得很激烈嘛，那个游戏，我走了，我的朋友对我很生气。后来我也给他道歉了，他想要蛋糕，他想要鲜花，我都补给他了，还有那些仪式感我也补给他了。道歉有啥用啊？他跟我道歉那都是生日过了，那我生日过那天我哭得稀里哗啦了。生日过了，你给我什么东西我喜欢吗？你觉得？但是我后来补给他的都是真心实意的，甚至比一开始还要好。他要是有珍惜，他就不会忘了我生日。行，这个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，反正是不愉快，听着就是不愉快啊。还有啥事儿？你觉得他被爱的那个人有恃无恐啊？就是我前段时间嘛，就是长辈去世了嘛，心里就是挺难过的。我就是当时就是特别伤心，我头发也是一直掉，然后晚上一直睡不好，我就想着给他打电话，每次一聊2分钟他就挂了，要么就是有事儿，要么就是玩游戏，要么就是吃饭，反正就是不陪我。当长辈过世，我也很心疼，我也很伤心。我真没看出他哪儿心疼哪儿伤心呢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。但是我是咋过的呀？我也很累啊。他说我没陪他，我陪他1周2周，但是陪他他就陪了那么3天。第4天我咋打电话他都不回我了。不是你说陪3天啥意思？他来找你了？不是，就是打电话呀，他也没来找我。你没去，那你就电话多打一打呗。我给他打了呀，他就是总觉得我打的不够，就像保姆一样，天天围在他身边转，随传随到，整得我一点自由也没有啊。我自己也很累嘛。我要是陪他，把我的负面情绪带给了他，他倒是更伤心了。所以他就不陪我了，害怕把情绪传给我，那就让我一个人面对吗？你干啥累了？因为我要兼职上班嘛。哦，他从早难道干到晚吗？难道24小时都兼职上班吗？他就是不陪我，就是借口。我这不是不陪他，我还给他买个小蛋糕呢。我需要蛋糕吗？我长辈去世了，我很伤心，我都吃不下去饭，他还给我买蛋糕，那我需要他安慰我呀。他说他是因为忙兼职，你觉得他忙啥呢？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忙，他说的兼职就是干2、3个小时而已，这都是借口。那其他时间干嘛呢？他玩游戏，跟朋友一起吃饭，反正就是玩，就是不陪我。
我只是需要一个借口嘛，我也不能直接说我累了，我不想陪你嘛。你也承认是借口了，你自己都说是借口了。但是我确实是很累。哎，他是不是感觉对你没有那么上心呀？对呀，他就是对我没有那么上心，老是拿什么私人空间当什么借口，他还跟别的小姑娘乱聊暧昧，根本没有这回事儿。就是有啊，那天我手机没电了，我拿手机查资料，然后我就无意间看到他跟一个女生聊天记录嘛，那个女生就问他我新买的裙子好看吗？这是正常人问的吗？然后他还回什么啊，裙子好看人更好看。妈呀，他就这样回，那我就想把那个证据拍下来啊，我还没拍了，啪一下就夺走了，给我甩脸，怎么叫都不给我。我跟那个女的就是普通兼职认识的，没有啥关系。那他为啥问你裙子漂亮吗？可能他的分享欲比较强一点吧。再分享欲强也不能这样啊！我对他是啥感情也没有。那你回他干嘛呀？礼貌性的回复他嘛。小杨，你觉得一个女孩问你说，哎，你看我的裙子，今天这个裙子漂亮吗？你觉得她是出于什么目的？我就觉得她是分享欲要强。分享给你，为啥分享给你？你是她啥人啊？分享给你？因为我们平时兼职嘛，可能关系好一点。哦，你是一你不好朋友。用装傻，其实你很明白，就是那个女生对你是有好感的，是主动想接近你的，而你的回复恰恰应了她的追求。啊，裙子漂亮，你人更漂亮，那很显然你对她是有感觉的呀。因为我想着嘴甜一点嘛，以后在社会上混路还好一点走一点嘛。这以正常人的思维来讲，这根本就不正常，这就是暧昧。不是小杨，你是准备靠以后暧昧来混饭吃呢？不是这样的。你不是刚才说吗？人在社会上我混饭吃，因为现在当时我们在兼职嘛，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要不回复他啥的，那多尴尬啊！还有甚至他就经常借着查资料的借口翻我手机，你知道翻成啥样吗？他翻我的消费记录，翻我的聊天记录。他翻我给谁点赞了，还有我的好友列表里那个是男的，哪个是女的。那我不翻行吗？我不翻你也得不给别人跑了呀。那这样太过分了呀！哎呀，靠翻就能翻到不让他跑，这也有点难度，姑娘哈。哎，你还翻出来过点啥吗？就是我还没翻完了，他夺走了。哦，没看着。对啊，就是我就想问问你，敢不敢把那个聊天记录拿上来给导师们看？你聊的到底正不正常？早删了，他都夺回去了。对，还能留到是删了，毁但是根本就没有删，因为他是小心眼。那就说明你也认为不正常。不是因为他是小心眼那个性格，我跟异性聊天，你问心无愧，你删什么删？对啊，他就会多想，就以为这怪我多想啊。所有的女人都会多想。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，姑娘？就是他跟他朋友一起喝酒嘛，他一上来就说让我不要多管闲事儿，他要跟他们喝酒，然后我就拍桌子我就走啊，这能怪我吗？因为我就觉得他管我管的太多了，我就想要点私人空间嘛，我就跟我的舍友一块喝点酒，就喝1-2瓶，他不乐意啊，不让喝。我为啥让你喝？不是你对我什么态度？我干啥还要让你们喝酒？我不走我干啥？我给他说了，我说喝1-2瓶没啥事的，还喝1-2瓶，朋友面前一点面子也没有。我有面子是吗？啊，你当着你朋友面那么说我有面子啊？还喝1-2瓶，你每次不是喝烂醉我扛你回去的？他整的我一点面子没有，你说这多过分啊！那最后你喝了没吧？最后我没喝，他不让喝，他把那个局搅乱了呀。我朋友就说你们走吧。来，我们俩就说先调解一下吧。哎，他管的严还有哪些方面？管抽烟，管喝酒，管打游戏。闭嘴，导师你听听，抽烟、喝酒、打游戏，这3样哪样正经？哎，不是，姑娘，你刚才不是说你在这个关系当中非常卑微吗？这没听出来太卑微啊。他就是可以吧？我觉得。我觉得我卑微，他觉得我强势。我觉得我也不强势啊，我强势吗？强势。你看，就刚才那句话吓我一跳。但是强势背后透出的那就是卑微。对啊，因为你不自信嘛。对啊，他就不爱我吗？那我只能这样啊。这是你自己说的啊，你刚才说他不怎么着我，不爱我。哦，你自己说的，你有结论了，这是结论是吧？哎，哦，行嘞。还有什么事让你觉得爱的挺卑微的？就是他不是边上学边那个创业嘛，就搞了一个那个类似于劳务公司的，就招大学生兼职嘛，那他那几天找不到人嘛，他也急，我也急啊，然后我也帮他招啊，我就在各个群里，什么宿舍群什么群给他发消息啊，那我1个星期时间就给他招了10来多个人，我以为跟他说他能高兴呢，那结果嘛，一进门就给我甩脸啊，就摔门，还让我不要多管闲事儿。我是要招人，但我招人都是有标准的呀。他给我招的啥人啊？老弱病残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？他本来就是高的高，矮的矮，胖的胖，瘦的瘦。那发烧他也去，你说他发烧的他去干啥呀？啥事也干不了。因为我那个是需要快递搬捡，要有体力活。他们招的那些人根本啥也不干，就在那好吃懒做。然后他们那几个人就给我要全薪，
因为是150一天，你说这咋行啊？这钱我掏行不行？咱不置气啊，就是你觉得你看我好心好意帮你去搞你的小事业，你还要嫌我这嫌我那，很卑微哈。对啊，我太卑微了。我自己人还行，这是跟我合伙人一块弄的呀，合伙人他也很不乐意啊。好，女生觉得卑微，那男生觉得女生强势，还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他就是强势呢？啊，他给我买了一块儿童电话手表。哦，啥？儿童电话手表啊，能定位是吗？对，那种实时定位的，我走哪儿他看哪儿。那我不关心他吗？他哪是关心啊，简直监视我。我走一个地方离个2个小时不动了，他啪就电话就打过来了。我在哪儿呢？干啥呢？跟谁呀？我怕他有危险啊，那1个2个不动。这大一个子没危险。他简直就监视我。有一次我就是没带手表嘛，忘在宿舍了，他就给我回去之后就给我发火，就给我生气。对呀，而且那电话手表也是我掏钱，我也没让他花钱，我让他免费带，他也不乐意了，还不带。他多大了戴儿童手表啊？20。哦，我以为你不知道呢。还有一次他特别霸道的就是，他说的啥必须要做到，因为下雪了嘛，前几天他就非要去吃火锅。我就说嘛，下雪了路滑，路上那车也多，出点交通事故多不知道。那照他这么说，下雪了都不用出门了，就非得发生什么交通事故？你让他说完啊。因为我是出于安全考虑嘛。我说咱在食堂吃点，那也是我陪你嘛。又不是说我在宿舍，你在其他什么地方，咱们不见面。他也不乐意啊，非得去吃那个火锅，就说下刀子、下冰雹也得去，至于吗？咱没有必要去吧？咱在食堂也是我陪你啊，非得去啊？去没去？去啊，最后还去了，在地上打滚也得去。哎呀，你们小年轻谈恋爱，父母知道你们俩这恋情吗？我们俩谈2年多了，本来我父母不知道的，然后这个暑假我就跟我父母说了嘛，因为我快毕业了嘛，总得规划规划呀。那正好前几个月我爸妈来看我，我说这不个好时机吗？那他也在，一块吃个饭吧。他当时说的好好的，一起吃个饭。到了那天呢，那我爸妈和我和菜都在干巴巴等着他。完事儿给我发个微信说我不来了，我有事儿。那我什么事儿比这个事儿很重要啊？我气不过呀，我去找他呀，我满大街找他，他能去的地方我都找了，最后在那个家里找着他了。一开门一句话不说就跑了，就把我一个人晾在那儿，面对我爸妈。放他爸妈鸽子确实说我不好，但是我当时确实没有准备好。我现在没有工作，没有毕业，对未来也没有确定的方向。到时候他爸问我彩礼给多少啊？未来方向怎么样？房子在哪儿？我说咋会的？你当时答应了吗？我当时确实答应了。那你就一开始就别答应。那就别答应我，你就是言而无信啊！我肯定考虑到这些情况，我都跟我爸妈说了，而且我爸妈也说就是聊聊天啊。哎，我听到这儿，姑娘，我第一次感觉到你挺卑微的。人家这么给你父母放鸽子，不尊重父母，对啊，他特别不尊重我爸妈。你还巴巴的去到处找他，你不就应该关了手机，拉黑他，让他再也找不着你吗？你这是确实挺卑微的啊！后来我也一直向他道歉啊，我说给他爸妈打电话道歉。这有啥用啊？我爸爸约你，你不去，你之后再电话道歉。我爸爸当时特别生气，说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俩来是干啥的？分手吗？还是要干嘛？我就是觉得我太卑微了，希望老师帮我们那个看看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就要分手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如果我们一致认为你卑微，你就准备撤了是吧？对。啊，小伙子呢？我肯定是不想分啊，因为但是他总是说我不爱他，但是我觉得他管的特别多。我想让各位导师帮我调节一下，就不想分手，想让他还少管你一点。对啊，爸妈也别这么着急见。对，我就觉得他老是记得我的不好，记不住我的好。他生病的时候，我给他端水送药的，时刻陪着他，他就记不住我。行，听听这对夫妻哈，对这小情侣有什么建议啊？我觉得想要大的蛋糕嘛，你就满足他嘛。他想找安静的，你就给他找安静的嘛。我觉得其实也没啥大问题，抽时间多陪陪他这些。觉得没问题的。哎，你也一样，你得抽时间单独陪陪你老婆呀，该送的礼物也得送起来呀，是吧？送的他不喜欢，他不要，他品味很差，他你的嘴，管住嘴。就是你也在指责你老公，人家好心好意给你买礼物，这连礼物还没有呢。来，你给点建议吧。我觉得男生不要和其他小姑娘搞暧昧，然后女生虽然哈，我觉得她可能买电话手表这个行为确实有点过分了。但是肯定是因为心里面没有安全感，他才会这样做的。所以你觉得他俩这恋爱还该继续吗？女生太卑微了，首先不尊重父母这一条，我觉得是我不能接受的。我的老公必须是要特别尊重我家的长辈，如果那个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劝分吧。劝分哈。好，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。女生，如果这段恋爱你还想谈下去，你会自己把自己逼疯的，因为我看到的女生对男生释放的是感情。而男生回应女生的是感觉，爱情是要平等投入的，感情是需要两情相悦的。
你说那个卑微酣畅淋漓，我为什么说男生只对你是感觉？虽然说他不想分手，因为他牢牢的捏住了你主动投入的软肋。你父母只是想认识一下，和他聊聊天，对，他也是同意的。对啊，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如果这个男生除了有天大的事情，一定会赴约，他躲在家里睡觉都会不去，他不怕得罪你。为什么？他捏准你离不开他，你们的爱情不对等，所以今天因为两个人走不下去，所以相互说一声各自安好为好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岁数的情况下，可以有更多的机会。你们要深深的问自己一句：站在你旁边的那个人，真的是不是你的理想型？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通过回眸一笑，是吧？我们说那种第一印象，它解决的仅仅从心理学上讲哈，仅仅解决是70%的问题。可随着你了解越来越多，你就要知道，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仅仅是那一颦一笑能够解决的问题呢？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稳定，但是他，我认为还在犹豫不决。归根结底是没有那么爱，爱是要双向奔赴的结果，它不是追求那一时刺激了。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深深的去考虑，对面的那个人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那个人。如果不是，多给彼此一些机会。生活才刚刚开始，你们的爱情观也刚刚开始树立，大步的往前走，不要回头看。最后送给女孩一句话，跟这个儿童手表有关系的那些东西，那是不对的。至少双方有些距离，也有些呼吸感，但是在这段感情当中，问题可能并不在这儿。谢谢侯律师。我觉得你们两个这恋爱特别的没有营养，就既听不到那种年轻人轰轰烈烈的爱一场，对吧？哪怕就说这个恋爱当中有很多痛苦撕裂，但我是真心的坦诚的付出的，也没有感觉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彼此舒适，能够滋养对方。不知道你们在干嘛，为了大雪天去吃个饭就在地上打滚儿，他哪儿好了？他值得这样吗？一个男生能够放你爸妈鸽子，这么不尊重你的父母，不尊重你，不尊重这段感情，临阵当逃兵，这美好吗？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尤其是在爱情面前，首先学会的还不是说怎么爱别人，而是应该怎么爱自己。爱好了自己，你身上有那种值得被爱的光芒的时候，这个男生才会看重你，你才会不卑微。男生我觉得也一样啊，你是既不尊重自己的情感，也不尊重别人。你连说我给一个女孩子夸她的裙子漂亮，人也漂亮，你都不敢承认说我做错了，我就是越界了，你还有什么起码的爱情观呀？没有啊，男生和女生就是有边界的，越界了就是对爱情现有爱情的不尊重。所以我觉得男生要学会尊重感情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女孩不能占据你全部青春的内心，不能够让你感觉到爱的满满的，或者是说不能让你感觉到我全身心的爱她，我还想更多去玩啊，跟女生聊天啊，或者她过生日我真的是懒得给她张罗，不就一生日吗？你要是这种想法，我劝你别跟她谈恋爱。这姑娘挺较劲的，挺认真的，她喜欢的爱情是那种很紧密的，你就去找一个和你一样云淡风轻的女朋友好了，你俩各玩各的，你打打游戏，我打打球，对吧？咱们有空了周末约个会，看个电影，吃个饭，没毛病。爱情重要的是要同频，要不然两个人都累。我跟你讲啊，小韩，小姚今年20，他就想轻轻松松谈个恋爱，他没想把这事儿弄得特严肃。你不是，你现在这个状态你轻松吗？你21岁，你干嘛那么着急啊？我想让他爱我吗？你觉着他要不爱你，这是你的失败吗？不是。哎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总得允许有人不爱咱，是吧？再说了，他做到的，你能否认吗？你病的时候，不否认。他照顾你，对。所以他就是我严肃到我觉得累那天，我想轻松的谈个恋爱，
你要求的是你必须100%的严肃，100%的庄重，100%的把这事儿特别当一真事儿来办。我们期待不一样，所以我就问，咱能轻松点吗？咱为什么呀？咱有多没自信？他不爱我，我的世界就坍塌了，有吗？没有。所以呀，咱轻松点，轻松点，这恋爱能谈啊？你就全当是我挺喜欢你的。你就算最后没爱上我，咱俩就算没结婚，也不是我的失败。咱俩谈着，开开心心的，这不是20岁的人谈恋爱的状态吗？这么着成吗？成。他哪天手机上出来一个，你这套西装好看，人更好看，你怎么办？我会很生气。对，你也生气，对吧？你怎么也不轻松了？你们俩年轻人20岁，咱别活这么老，咱别活这么累。咱们轻松点，20岁谈恋爱就谈20岁的恋爱，行吗？谁说21岁谈恋爱就不能认认真真的奔向结婚？我就建议你换一个和你一样认认真真的，嘎巴一下就摁死了，你就不要像他轻轻松松、认认真真，换一个不行吗？人过了21岁，再想轻松可就难了。人到了31岁，可就没有轻松的机会了。现在21岁，轻松的恋爱不谈，你觉得这是不是这一辈子一大损失？好吧，你想要谈严肃的恋爱，赶紧跟他分，他就想轻松。你愿意调整一下自己这个状态，咱们俩谈一个让彼此都轻松的恋爱。咱们接着谈，我没说你们俩非得分开啊，这个状态不一样。我同意雷老师的，但我明确一个观点啊，就是轻松和认真不矛盾，轻松和严肃不矛盾。我认为你们必须要在一起谈，而且还一定要往好的方向谈。但谈有一个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你们真的是爱对方。女生能看出来很在乎男生对你的爱，男生你爱这个女孩吗？爱。但你是不是也受不了她？我就觉得他管的太多了啊。好的，我帮你去表达吧，因为我认为你们现在之间的所有的冲突，没有原则性的问题，都是因为对方对我太重要了。女生要的是安全感，男生要的是自主权，但女生会把男生我需要点空间理解为我对你一点都不重要。但是恰恰这个反映了你们的什么呀？现在情感模式方面的问题，同时我们性格方面也是有成长成熟的点的。如果你们能把这场恋爱继续谈下去，我告诉你有2个收获。第一个收获了一段更加纯真的感情关系。第二个收获了一个更成熟的自己。如果你们现在分开了，我就认为你们是逃避。姑娘，你再遇到下一个你喜欢的男生，你还敢去追吗？不敢了。不敢了。那遇到了好在一起之后，你还敢让他去见家长吗？我真的不敢了。你还敢那么用力的去爱一个人吗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对，所以说就像那句俗话嘛，你不会游泳，你换一泳池你还是不会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对方感情没有问题，徐老师拍胸脯，外加雷老师也认可。但我们3个老师说的就不对吗？我就觉得不行。没说不对，我觉得他不够爱。情感的问题，年轻就应该轰轰烈烈的爱。情感当中问题有时候不是对错的问题，是什么？立场的问题。所以说，你就再去勇敢的试一次，你会收获更成熟的自己，好不好？2位加油，继续。2位好好思考吧。你看，我们老师都有不一样的观点，对。但是呢，爱情是你们自己的，感受是你们自己的，生活也是自己的。你们去按照老师这个多维度的思考，然后最后是在一起还是分开，你们自己来决定。好吧，我们现在请2组嘉宾回到门后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金娱 App、天津 IP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节目。欢迎登录腾讯视频、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，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更有机会连麦互动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夫妻啊，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请开门。这个没有悬念吧？这个应该不出来。感情还是很好的。好，欢迎你们回来，欢迎。笑一笑嘛。我觉得在一起也不容易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珍惜在一起。对，我希望你能改掉你不好的习惯。当然，你觉得我不好的，你也可以给我讲，讲了之后我们尽量的
去改，然后把我们的小家4个人的小家把它建立好，你觉得呢？可以。美好发生怎能不看？让我们一起进入。请亮灯吧。是老公还是抱着媳妇儿心里踏实哈、啊，挺美好的是吧？祝福你们啊，加油吧！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老师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现在电视机前2个鼓掌的一定是他2个儿子。我们小情侣会出来吗？不可能了，我认为女生已经很明白了。我觉得肯定出来。雷老师跟徐老师再说的天花乱坠都没用。哎呀，这观点太不一样。哎，我可不这么想，我倒觉得啊，有可能出来，因为这段关系的主动权啊还是在女方那儿。毕竟年轻嘛，出来不出来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学会怎么好好的爱自己、爱别人哈。来，请开门。情感问题无人倾诉，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，即刻打开微信，扫描屏幕2维码，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。每天晚8点，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，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，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，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。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，请开门。没有了，没了。哎呦，没了。女生很明白，真的太卑微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老师们刚才讨论的，就不同频的2个人，一个认真，一个人轻松，一个人想要专属的全情投入的爱情，另一个人想我们年轻享受这种自由和轻松的爱情。对，就不同频的爱情在一起确实是有消耗的，就是想要的爱情的模样不是一回事。其实爱情真的一定要对等。哎，我倒是觉得雷老师说特别对，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，但2个人在一起轻松放松的去享受爱情，这个很重要。希望大家都能拥有轻松的、浪漫的、美好的同频的爱情。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。夫妻间签订的忠诚协议有法律效力吗？在面对婚姻不忠的时候，很多人会选择签一份忠诚协议。可同时啊，有好多人说这个忠诚协议无效，没有法律效力。到底哪个说法才是正确的呢？今天侯律师要告诉您啊，得看干什么用。如果您拿着忠诚协议当中的条款去要赔偿，要对方净身出户，我告诉您，这个是无效的。可如果您拿着忠诚协议去证明对方婚内不忠的行为和事实，那一定是一份有力的证据。您啊，可别小看这个，你要认定重婚与他人同居这些重大过错的时候，靠它。你要认定一般过错而无过错方在争取分割时候的照顾原则的时候，也靠它。不仅如此，在争取抚养权的过程当中，往往婚内不忠的一方很难获得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。这回您明白了吗？感谢老师们的分享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